大家好，欢迎回到交易之刃。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对市场进行分析和展望。交易之刃这个频道是一个小众的针对交易者的分享的频道。那么如果您有幸看到我们频道对您的交易有一定帮助，请给我们点赞、分享、转发。我们在这里不会马后炮，也不会去预测市场的走势，而是分享对市场的观察和我自己对市场上的应对。好了，请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视频。大家好，今天又到了我们复盘的时候。这两天呢，注定对于我们很多投资者来说都是非常辛苦的，因为我们非常喜欢这些公司，它的下跌幅度非常巨大，对我们投资者信心的打击是非常大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如果再侧重于技术面，再去判断走势，对走势进行归类，我觉得能帮助到大家的东西反而不多。我今天特别愿意跟大家分享从心理博弈和资金筹码博弈这方面来去看待股市的这么一个过程和这么一个角度。所以呢，我今天想给大家更多的是偏重于对于心理方面的这种思考和我们作为持股者还是作为持币者应该有的这种心理状态。那么今天呢，跟大家换一个角度，希望你能跟我一起进入今天的视频。大家好先从特斯拉开始说，我想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特斯拉整个分析的这个心路历程，然后通过分析这个心路历程，再对照你自己的心理的一些变化和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我们来回顾一下你在下一次这么操作的时候，会不会有没有一些进步，或者说在这次经历了以后，那下一次会不会还吃同样的亏，或者说能不能在下一次能做得更好。那么我们其实跟大家分享过，在2周以前，也就是大约9月23号左右还是22号的话，我们是解读了一下联储的会议。结果呢，我当时题目上就写了特斯拉假突破，结果我当时没有融合进去，所以我赶紧发了一段特斯拉关于我没有融合进去这里一个假突破，如果箱体不破还好，如果破掉的话，后面就是一大段，这是我们对特斯拉的一个分析。那么当时是这个地方，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假突破，也就是这个21号的时候，那么这条趋势线的一旦跌破，它下面还有一个趋势线，就是这里面形成了一个弱化的一个箱体，在这儿这是一个弱化的箱体。那么当时你看不到这根线，当时在这里，那么这是个弱化的一个箱体，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对于特斯拉的一个假突破。那么看到假突破之后，我其实本身是一个特斯拉的投资者，所以我看到了一些风险的话，我首先会对它进行一个对冲会对它进行一个保护，所以我肯定就愿意跟大家分享我在这个地方的一个观察那么之后呢，我们又再进行了一个分析。那么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是空头鼎盛跟大家分享的这些，那么还有2只蓄势待发呢，必然也不是特斯拉，那说是奈飞和另外一个。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在6天以前又说到了特斯拉的一个风险特斯拉危险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上周嘛，对吧？那上周的这个周末的视频，那我们到上周的是30号，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位置上就是这个地方跌破了以后，就是因为看到了一个箱体，所以我在分析的过程中，这是假突破，然后我们说这里做箱体，那么底部你要是这个地方卖出，这个地方是可以尝试买入，但是它回踩都没有回到中线，而且这个位置上灌破了以后，这里有一个十字线，尝试向上进攻，再一次又出现了一个失败，所以这个位置上我要提示大家，这个地方是有个非常大的风险。因为我作为特斯拉的拥有者，我看到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危险。为什么呢？其实我跟大家再啰嗦2句，就是这一波是个筹码的集中区，那你看这里形成了一个形态，就相当于筹码在这里集中，然后拉升的过程中，这个是非常快的，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这根阳线是不能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缺口和阳线，它代表了多头的一个进攻态势，也代表了筹码集中在这里的一个分布。那么拉上去之后，在这里形成了新的筹码换手，或者说新的集中区。那么这2次或者3次形成上攻都没有成功之后，这里又出现了次高，那这个地方再一跌破，其实风险就非常大了。那我也没有想到，就是推特然后包括伊隆这个作妖我们其实在周中的时候更新特斯拉的基本面上，我其实已经说到了，那么它的原因，那么这个地方灌破了以后，为什么？因为这个筹码区一旦打破了以后，这个灌破了以后，它尝试继续反弹，是跟着大盘反弹，但最后还是收了一个什么红色的运线。那么今天呢，就来到了这个低点。
那么这是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我们这段时间对特斯拉的分析。更新特斯拉那篇视频，我其实是有心理的准备，会有很多人过来挑战，或者很多人过来直接扣帽子，或者说骂。那我其实有心理准备，但是呢，我也没有想到大家真的是这么狂热，甚至于大多数人可能连我说的是什么都没看或没看清楚，就马上过来喷啊，把我当做一个无脑黑特斯拉的这么一个视频来黑来喷来这个斗争，我觉得特别没有必要。因为我作为投资者，我想从一个投资者的角度去分析这个股票，而且呢特斯拉虽然是非常好的公司，我自己也有投资，但是我想作为我投资者一个股东的角度，也从一个投机者或者说交易员的角度来说，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当你看到了事情一些风险，或者说我们该怎么去做的时候，我愿意分享给你，因为我自己非常能理解，就是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走势，其实大家很多时候是犹豫不定的，尤其是比如说假突破，你这个时候没有卖出的话，你到底部你是不是再想卖，你可能不想卖了，因为你说了为什么没卖在顶上，你这个卖带引号呢就亏了。这种心态其实我特别理解。那等它真正跌下来的时候，你更不舍得卖了，因为你怕你割肉在地板上。因为我自己呢，也是从一个散户磨练上来的啊。因为我身边大多小伙伴或朋友们，很多都是机构的持有者，他们从机构的或者说非常专业的训练的这个角度出发去看这个市场啊，去操作。而我呢，作为一个从散户不断磨练出来的这么一个投资人，所以我觉得我特别能理解我们观众的心情。所以很多朋友，当时我看到很多特斯拉的这个忠粉啊，就是说留言酸啊，或者说的话也挺难听的，但是我反而特别能理解，因为我说其实给了我一个更正的一个反馈，就是我没有想到一个股票可以炒成这个样子，可以变成如此的这种狂热的这种信仰式的狂热。我想我非常喜欢特斯拉，因为我也会分享 AMD， 我也非常喜欢 AMD， 但是我更爱美元，因为我来这里呢，我是为了赚钱的，我不是来忠于一个组织一个结构，我并不是忠于一个宗教。如果您是来找一个信仰的话，我觉得可以转头去教堂我觉得那样的话，这样信仰更加真实，这样信仰更加坚定，对吧？不用在一个公司上一个股票上做一个所谓的信仰。即使我特别有信仰的话，你是否觉得你是一个真的信仰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呢，我给大家想今天大家再是多废话几句，讲一讲从投资者投机者我们心态的这种变化。所以整个下来之后，我特别能理解，就是很多朋友你不管我怎么说怎么提醒，因为大家可能都不动，是因为你不舍得卖，或者第一步不舍得卖之后，后面再卖你都觉得亏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信任的过程，因为我觉得熊市也让我的频道增加了一些，以往我们都是一个1-2千人的小频道，大家自娱自乐。那熊市的话，我的频道人也增加了，有些新的朋友来，大家还有一个互信的过程，就你说的这东西，大家是不是真的愿意听得进去，或者说大家真的愿意把它当做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来看，所以也是我们增加互信的过程。但是我非常愿意非常诚恳的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想法。那么对于特斯拉来说，现在这个位置已经跌了很多了。但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察，就是特斯拉整体上的这个筹码移动，或者说换手还是不足。因为这个位置上，大家看，这是一个缩量缩量反弹和缩量的话，这个走势，它是把底下这个筹码开始往上换上来之后，在低下来的过程中，特斯拉的筹码是所有筹码里非常硬的，或者说是非常难向下换的。因为确实是喜欢特斯拉股票的朋友确实是非常忠于这个公司，持有股票手是比较紧的。可是交易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是一个心理的博弈。因为你想一想，比如说我非常看好特斯拉，我是场外的一个资金，那我到底要不要在这个时候投资特斯拉呢？我可能不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想赚钱，我希望能买到更好的一个位置。所以我就希望再看到一个什么样子，就是如果大量的套牢盘没有任何动的话，我可能不会在这里买。为什么？因为我在这里一买会造成很多套牢盘的松动，产生巨大的卖压。这个卖压产生了以后，对于我买方来说是吃亏的。也就是说，我进去当解放军去救你套牢的这个筹码出来。那么对于买方来说，我们从买方的心理来说，在这个位置上，我一般不会在这个地方进。也就是我有的闲钱，我的 cash
不会在这个位置上进场。那我们从技术角度来说，这个位置上全是阴线，我凭什么在这里进场呢？也趋势极度向下。虽然我们说这里已经超卖了，也说明趋势向下太狠了，它有一个反弹的需求。但是即使是反弹，它难道直接微上去？它弹起来之后会面对这一大块的套牢盘的一个抛压，再向下。这是我们从投资者买方的角度来说。那作为卖方角度来说，大家想过没有，股市为什么会上涨和下跌呢？我们股市上涨的时候，不是因为源源不断的，除了源源不断的买盘或者说增量资金进场以外，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在牛市的过程中，像养老金啊，还有长期投资者，他作为买方，他不卖，他吸售，也就是当你买方很多人不愿意加入卖方，就是不卖吸售的情况下，那么它会形成一个自然上涨动力，因为我们有养老金啊，定时的资金进去啊，它就慢慢向上涨，经济也会增长啊，资金也会比较充裕，它有一个慢慢向上涨的惯性。那么下降的时候呢，是另外一种情况，是因为买方在外面，像我的话，我也会在外面观察，我不去进去买的情况下，没有人买，造成了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把股价快速的向下跌，向下推。所以真正的等到它的反转的时候，需要两方面，你要从买方和卖方同时来看。那在买方来说，有两种原因。第一，当股价跌到一个非常具有价值投资的这个价格的时候，那我们说机构那些做价值投资的人，他会逐渐开始进场做，比如说特斯拉跌到了一定价格，且公司基本面没有明确的变化，它会有一个长线的资金进场。那前提还是公司基本面没有变化。我上次分析说公司基本面没有变化，有人说公司基本面变了公司基本面是因为需求降低了，那是宏观环境的变化。我们要看基本面的时候，还要看到的是这个公司它相对于其他的电车厂，它是否具有领先优势，它是否有未来发展的可能，它的管理层是不是够尖锐够敏锐。我觉得这些都没有任何的变化，包括公司的整个利润率各方面发展都有从基本面我们再多说的去，包括很多人我觉得忽视的不光是它本身这个车企发展，包括 FSD 当然我也吐槽那个机器人，其实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它的那个车保险，根据你的行车记录开发那种车保险的服务，金融体系的这一块是挣钱比较容易，而且是它能维持公司盈利的一个底线或者兜底的东西。我其实长线分析的时候特别看重的是这个确保了公司的底线不会太低。那么公司的比如说自动驾驶出租车包括卡车包括它的一些人工智能的机器人也好，它决定它的上限，就是它能向上有多少。所以我在分析的时候是底线和上限，那底线就是公司整体上毛利率各方面都不错，但是宏观环境就不利于电动车，不利于半导体，那么整个大家都向下，那么这是他所面对的困境。包括当然我说一龙的本身的一些气质会影响到公司，会让公司这个股价会大幅的下跌。那么这就是我们分析的过程中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那我说买方也好卖方也好，那么从投资者和投机者的，那么作为买方，他都需要等待一个让他有足够的获利空间的机会。那么从卖方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大多数人也是吸售，因为特斯拉是好公司好股票，尤其跌得非常多了那么绝对上面筹码都不动，因为大家已经是麻木了，或者说也不慌张了。什么时候？这个时候我告诉大家特别容易造成你心理上的一个打击，就是当它出现了第一次反弹，而这个反弹立马又被摁下去的时候，对你心理上是第一次打击。之后再有一个反弹，还回不到之前那个位置上，会有第二次打击。那第三次打击就是当它可能反转的时候，回到原来这个位置上，你会觉得差不多就得了，你也会着急卖。因为被套者的心态最重要的是他不会持有真正那么长时间，真正回本或者离本有点近的时候，那时候最容易有卖压出来。所以不管如果真正想让这个股票涨的时候，你需要让这些意志不坚定的持有者出去。那么意志不坚定的持有者出，对于其他股票来说并不难，但对于特斯拉来说是非常难，因为大家有坚定的信仰。那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想换手或真想买这个公司，那么一定会伴随非常大的利空出来。那这也是我们在整个盘中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的领航员观点里面
我跟大家其实讲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在我们10月5号，我就特别关注的就是心理上的这种建设，一定会有大的利空出来啊，制造这种恐慌，让大家害怕。那么你如果真的是一个长线投资者，你对公司非常有信心，你就坚定这个信的时候，那面对这样的困境和困局，那你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动摇，因为你这个时候动摇的时候，前头这里假突破不卖，这里跌破箱体不卖，到这个低点这儿不卖，还有昨天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债务评级是提升了，从 BBB- 提供到 BBB 和 BB 是 BB Plus 提供到 BBB， 其实是有2级的一个提升啊，这刚才是口误，所以重大利多不涨反跌，那么公司出现什么呢？到时候再出现重大利空的时候，你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心理波动。所以我跟大家一定是提前讲到了这个地方，当你遇到的时候，千万不要怕，这个时候你不要怕，这个时候反而你那个时候应该要淡定，知道这是一个机会啊，因为这样的话，很多不坚定的人啊，随着看空，他就会把手中的筹码扔掉。还有一点，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因为我们现在社交媒体啊非常的发达，那么在市场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人性的丑陋的一面啊。我之前其实发了一个这个咱们在 YouTube 上这个地方，我跟大家之前发了一个关于特斯拉的讨论，我说这个我说这个地方啊是出现了一种宗教式的狂热，然后底下就有人留言说什么我做空了赚了很多钱，我其实非常不喜欢这样的一个说法和想法。我虽然在这个地方提醒过大家，但是我也绝对不会，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说，我绝对不会看到了有很多朋友没有卖，亏了很多钱啊，就去什么呢？嘲讽啊，或者说很多人就是嘲笑啊，你看让你说丢亏了吧？你看你啊，这或者是因为你如果没有仓位，或者我的仓位被保护的很好了，我就往下使劲的不负责的乱喊，我这个地方喊150啊。真正利空出来的时候，肯定会有人喊50，可能还有人喊归零。大家知道特斯拉在13年的时候是差点归零的，那个时候的公司确实基本面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那么他当然很就是怎么说呢，很幸运扛过来了。那么一定会有新的困难面对的时候，会有人喊清零，会有毫不负责任的去乱喊，往低了喊，使劲的起哄啊，咱们叫起哄架秧子。在这里面制造恐慌氛围，这是一种人性。就是当看到别人痛苦的时候，你要锻炼的时候，我希望看到我们这个频道的人啊，你要真的想赚钱，要做好人，要做好人的一个前提是要自有怜悯之心。就是当看到别人被套或者是别人亏钱的时候，你不一定非要说一定痛苦像别人一样，但至少要能感知到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这样的一个痛苦。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刻，而不是乱喊150、30，或者是嘲讽。这一点我特别想跟大家提醒。如果你身边的人看到了有人喊做空马后炮，你要是前期说也可以，马后炮做空赚多少钱，或者疯狂的嘲讽嘚瑟疯狂的这个是 show off， 咱们说显摆，那你应该非常的小心。这样的人，咱们说毒品咱们说赌博的这个品质的毒品或者牌品，它体现了一个人的素养。那么我觉得我们在交易过程中也非常看重这个素养。那么这是关于特斯拉的，我着重了，其实我想跟大家说，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建设。我自己个人是10来年，对从一个普通的投资者或者是一个韭菜的投资者，初级的投资者，小白的投资者，成长到今天，我觉得更看重的就是身边人的帮助，其中就是而身边人的帮助基于的是什么？基于的就是对别人痛苦困难的怜悯之心，这是作为一个交易者非常重要的一个素质。那么我看到了之后呢，我就愿意分享给大家。我希望大家呢，每个人就是我即使再说，你也未必听得进去，因为你只有自己真的经历过了以后，才能真正感知到市场的无情人性的无情。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对特斯拉这只股票的再次的一个分析，反而我希望给大家鼓一鼓劲儿。好，下面我来说 AMD 我作为 AMD 的长期投资者，那么你想想这从多少钱85块钱买的，给我值已经灌到60以下了。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呢，跟 AMD 也好特斯拉也好，我们都是发现了它走弱的时候
对它进行了一个保护，但即使你再保护也是亏钱的，你不可能说我保护最后比它还赚钱，这是不可能的。对冲最大情况下无非就是不亏钱，没有说对冲能赚钱，那叫做空。所以呢，我们来从 AMD 的基本面还有 AMD 出现什么问题上先讲一讲。AMD 这只股票啊，我一直都非常看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对基本面的分析不包括整体的变化，我只看行业内的优势和劣势。那比如说 AMD， 我不会在分析 AMD 这个公司的时候去看半导体行业的周期和半导体行业会不会变差，我只看 AMD 对比英特尔和英伟达，它有没有更强的团队和对未来判断的局势的这个准确度。我认为 AMD 是非常判断非常准确的，从很早开始就着手转向于数据中心业务，这是 AMD 非常聪明的地方，而且它的目标非常清楚，个人 PC 业务和数据中心业务就是吃你英特尔。当然这段时间出的它新的产品也是 Zen 4， 基于 Zen 4架构的7000系列的 CPU， 它的表现在测试中的表现并没有比英特尔12代的 12900K 表现增加那么多，虽然在多核上它仍然很强，但是大家别忘了英特尔马上要出第13代，那么在英特尔出第13代 AMD 的表现没有比它12代多很多的情况下，对 AMD 是不是一个长期我们预期来说 PC 市场的一个利空啊？其实是的。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半导体整个行业是进入了一个周期的一个萎缩。那么半导体行业的周期的这么一个萎缩，我们可以想到的是什么？整个这个饼又变得越小了。因为原来我们会认为说整个大饼变得越来越小的情况下， AMD 可以通过吃它英特尔的份额的增加来弥补整个大饼变小的状况。但是今天 AMD 给出的数据是让人失望的，也就是它连本身管理层都没有想到如此之差。之前的预期 6.171 billion 到不了，现在只有 5.6 billion。但是我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好事，就是仅仅是个人 PC 业务降低了将近 40%， 其他的业务仍然是在预期内，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个人 PC 业务能差这么多，大家想过没有？你做 CPU 你要去先把订单给台积电，台积电还要涨价，因为大家都要把订单给他，然后你做完了这些产品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做，才能发回来，发回来之后你要卖的时候发现市场上也没有人要买了，这个需求下降可不是40-50%的下降，那你这些你就变成库存了。你这么多的 AMD 芯片的库存，你留着它就像汽车一样，你要卖不出去，你也要花非常多的钱去更多的开支，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只能大降价。那你要大降价的话，甚至要赔本卖。这时候英特尔有很多库存，他们也要赔本卖，所以这样就变成了一个恶性的竞争。也就是说 PC 业务上它 AMD 将面对的是多重的打击，一个是成本的增加，收入的减少，然后呢收入这个 margin 咱们说的盈利率也会大幅降低。这就是为什么今天 AMD 降低这么多，就是本来预期就很差了，它还能给出远低于预期的一个估值。但是我对 AMD 现在呢仍然是非常乐观的。为什么？一个是我对管理层，我比较喜欢 Lisa 这个务实的苏妈妈务实的这个态度。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公司来说，它的很多的业务开始转向数据中心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步，它在逐步的向PC 到数据中心的这么一个过渡。所以我觉得从基本面上来说，当然很多朋友说基本面绝对变化，那是我们宏观上的变化，并不是公司基本面。我们主要看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公司是不是出现了一个本质上的变化，包括领导层的一个观念啊，或者说战略上的变化。第二，公司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盈利能力上的变化，就本质商业模型上出现变化。那第三一点是跟同行业相比，公司是不是变弱了？但是我看了一下之后，我仍然认为现在 AMD 对于英特尔和英伟达来说，大家都很难都很惨的情况下，那 AMD 并没有差到那种程度只是说我仍然认为这个地方是一个相对来说低估的状态。但是我们要说我再看好它，我还是那句话，我再喜欢 AMD， 我再喜欢英特尔，我更爱美元。就是你再看好它，它的走势已经来到了一个52周新低。今天这种大阴线出来了以后，上面几乎所有的盘160到60，上面几乎所有的筹码都是套牢的状态下，它这里不是买点。有朋友在群里问我是不是可以买 AMD， 明确的说不是。为什么？因为
跌的很多不代表是买点，买点不是跌了很多它就是买点，那恰恰因为跌了很多，说明这股票弱呀，没人买，所以你去买就当雷锋去救，将解放军去救那些套牢的盘，你不应该这么想，而是说买的人多的股票应该扛跌或者涨得多，那才是好公司，你才要去买的地方。那么 AMD 它现在面对的是多重打击PC 业务的降低，整个周期的降低，加上整个市场环境，我们说美联储的这种加息周期，这个加息预期不断的增加，还有就是我们宏观上的这个加息的压力非常大，因为当加息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整个市场是紧绷的，你不知道哪个地方有裂缝就爆，比如说英国的这个咱们差点看到了一个养老金的危机，它是因为我们整个环境特别的紧缩的时候，你其实搞不清楚哪儿就炸了，哪个水管就破掉了，整个这个金融体系加上我们的货币体系加上我们的财政体系现在是一团的乱，那这个情况下你就是不应该盲目抄底如果你真的做价值投资也可以，那么一定要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就是当你抄底买了一只股票，因为你认为它有价值的话，你应该跟它一起成长，而不是说它最后涨回来了保本，刚到线了就跑，或者它涨一点就跑，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我愿意持有这个股票作为我资产的一部分，这才是长期投资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心理状态。我愿意持有特斯拉，我不愿意卖，我就是拿它是我资产的一部分，但是我选择择时，我愿意择时进行保护，我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对特斯拉进行一定择时，进行一个操作，你操作股票也好，你做期权领口策略也好，你做其他策略也好，你愿意做一个择时，这个没有问题，那是作为交易。但是投资，我投的是这个公司，只要这个公司我说的竞争力没有变化，那我觉得就是这个公司就是很好。而且因为熊市是以很多不确定的外部原因造成的下跌，其实大家想想08年的时候也是那么多的公司被挤压的那么便宜以后，那么后面从08年到我们现在也就到22年才开始进入熊市，也就是后面有10几年的涨，那都是一个好日子呀。所以经历过熊市之后才能觉得牛市的可贵，而且牛市也是你这些资产会在牛市中为你带来非常稳定的财富。你在牛市里也可以择时到涨多了就卖个 CC， 对吧 cover call， 或者说你也可以在牛市中做其他操作，或者说不操作你就拿着就好了，没任何问题，它是你资产的一部分，那就是你愿意选择跟这样的公司跟这样的资产让它陪着你走，这是我们投资的一个主要理念。但是我们作为交易者又要看到趋势的减弱，那么你就要问自己了，我是作为投资者还是作为投机者？作为投机者一定要，这种根本就不是买点，作为投资者也应该在，如果你现在没有仓位的情况下可以进，但是我仍然认为我们仍然是要等待一个爆仓盘或者说带血筹码喷出的过程。所以我们今天呢主要是心理建设。其实我跟大家讲，我之前才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关于市场周期和情绪的这么一个这个变化。那么市场开始从狂热贪婪转向绝望悲观和恐惧，我们现在处于什么地方呢？我们现在处于是恐惧，也处于悲观，我还有没有绝望？还没有。我希望呢在后面的时候一定会让你产生绝望的这种盘，绝望的行情，你就这时候特别容易摁鼠标把它们摁掉，反而你可能摁到的低点就是因为你绝望了。所以上一次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东西其实是个干货，但我知道大家也没心思看学习的内容，今天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市场上的这种心理的博弈，市场上高低点其实是跟人的行为有非常大的关系的。那么今天我们分析了 AMD， 分析了特斯拉，都是从心理的层面来分析。那么我们再从经济上，你看看会不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分析。经济上我们现在看了美联储官员的讲话，还有我们看到英国养老金的问题，就是在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不知道哪个水管就要爆破的情况，全世界也就是我们的消费者对于未来的信心是大大降低的。那么这也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指引的坏作用，也就是经济上也开始从平衡乐观转向怀疑悲观。等在经济上进入了一个恐惧和绝望的时候，
那个时候像09年的3月，大家都觉得经济毁了，可是股市在那时候是开始涨的。而真正经济最差的时候是09年底10年初又有了欧债危机，那个时候大家就特别不能理解。其实我那时候我自己经历过，就是为什么股市涨那么多，而为什么经济那么差的情况下股市还能涨。这就是经济和股市的差别，也就是当市场见底的时候，大家是向前看的；当市场最悲观的时候，也是经济最差的时候，反而市场是要涨的，因为市场在向前看，会觉得这个地方会变好。所以我们经济上也是出现了这样的周期，而我之前也给大家分享了，就是经济上的我们说的商务周期，商务周期出现了繁荣就要过热，过热的话就要什么？就要收缩，收缩一定要收缩过多，再复苏，再过热，就是往复循环的一个正弦波。那好了，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请在我们的视频下面点赞、转发、分享。我们作为小众频道，您的支持就是我们更新的最大动力。今天的啰啰嗦讲了好多心理方面的内容，如果您想听干货，想听别的，可以去其他频道。谢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的视频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那么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呢，请给我们点赞、转发、分享，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我们的 Discord 的链接也在下面，大家可以加入。还有就是如果想对我们的课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下面的 Teachable 的链接。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